萧炎的大名，他们似乎也有所耳闻。当初星天中的危机就是这位萧炎化解的，只是没想到这萧炎竟然会担任苍玄天如今的领头人，真是有趣啊！他们联合起来，就算是雷族也对其有者提防。毕竟能够化解星天中那连4大古神都无法瓦解的危机，竟然给那叫萧炎的男子化解了，自然是有着强大的底蕴。而我们万祖域的局面目前并不是很好啊。乐言此时也是有些沉默，这古元天之争太过残酷了，这已经不是什么历练了，而是一场各大诸天势力间的战争。他们万祖域虽然也是属于顶尖势力，可是比万祖域强大的队伍还有很多，所以在诸天气运之争中，很容易被盯上手里的祖气奇宝。雷族这些家伙真是该死啊！为什么要追着我们不放？乐言银牙一咬，俏脸含煞。这段时间中，他们万祖域的弟子也是死的死，伤的伤。李光此时深深地吐了一口气，他望着阴暗的森林，面色变得沉凝了许多，开口道：乐言师妹，我总感觉到有一些不安，对方这1个月中不断地在追击我们，看似是不打算放过我们，但每一次都能让我们找到缺口撤退，我感觉有点太巧了。虽然我有一道神器，但是雷牙的实力远超我，为何会一次次的没有将我抓拿住呢？乐言听了，心中顿时一惊。师兄的意思是，雷族是故意让我们逃脱的？李光则是缓缓的道：我也不是很确定，或许是我太敏感了吧。乐言师妹，如果真是到了那一步，我会为你们争取一些时间，到时候你和其他的师兄弟直接分散逃离，能活多少是多少吧。至于高级祖气之脉，暂时就先别想吸收炼化了，这块肥肉雷族必定盯着呢。乐言玉手紧紧握拢，他的眼眶有些发红，因为他知道一旦到了那一步，恐怕李光就只能付出生命的代价来掩护他们安全逃离了。他们这位万祖域的大师兄平日里有些不靠谱，但真到了关键的时刻，还是能够站出来付出一切的代价来履行他这位做大师兄的责任感。李光瞧得乐言这般模样，旋即微微笑道：不过也别太担心，说不定是我的感觉错误，也说不定。乐言轻咬了咬粉嫩的嘴唇，心却是如这里的昏暗森林一般，看不见太多的曙光。与此同时，在距这片森林颇有些距离的一座山谷之中，这里营帐遍布，有来往的守卫巡逻穿梭，如有什么动静，就会第一时间知晓。现场极为的森严。此时，一位身材高大、面庞不算英俊的男子走向山谷深处，来往的巡逻者在见到他的时候，皆是面露敬畏之色，低头恭敬。此人正是隐世5大强族之一，排名第2的雷族响当当的人物白烈。白烈面无波澜，是旁人于无物，而待的他来到山谷深处时，脸庞上又是有着浓浓的尊崇之色浮现出来。特别是当他见到那立于高处的一道身影之时，那种尊崇变得更为明显起来。雷牙师兄。白烈来到这道身影前，极为的躬声说道。听到声音后，这道身影才转过身来，那是一名身躯星长的男子，面带温和的笑意，只是那隐隐间，从他体内散发出来的雷霆波动极其的恐怖，就连白烈都是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压迫感。雷牙冲着白烈笑了笑说道：情况如何了？万祖域的队伍可有按照我们设计的方向逃跑？白烈立马点了点头，躬声回道：一切都按照雷牙师兄的计划进行，半分不差。雷牙露出极为满意的笑容，然后点点头：很好，那就等他们尽数的到了那个位置，就可以收网了。白烈犹豫了一下，再度问道：不知道雷牙师兄将万祖域一众人逼到那个位置，究竟是有什么用意？我觉得尽快下手更为稳妥一些，时间拖得越久，只怕会引来一些麻烦。雷牙咪咪地盯着白烈，只是那一对眼眸之中闪过一道淡漠之色，让得头皮发麻起来。白烈师弟，其他事情就不要多问了，一切就按照我所说的去做就好了。白烈被雷牙的目光紧紧盯着，浑身泛着一丝寒意，旋即连忙点头示意道：雷牙师兄教训的是。雷牙则是摆了摆手，和善地拉着白烈上前，指着他们下方的景象笑道：你来看看，这一幕可真是让人心情舒畅啊！白烈的目光对着下方那巨大的深坑中看去，然后一股寒意便是自脚底涌上头。只见得在那里，一座巨鼎在熊熊的燃烧，巨鼎上面铭刻着诸多古老的符文，同时在那巨鼎之上，有着一团雷云，散发出可怕的雷霆之力，爆射进巨鼎之内，并且有着一道道人影，不断的被丢进那巨鼎中。那凄厉的惨叫之声响彻不停，顿时让人都毛骨悚然起来。而这些人，正是此前他们抓获的各大势力之人，其中还包括万祖域的人。雷牙有些心旷神怡地望着这惊人的一幕，旋即他手掌往后一拉，只见的那巨鼎之内伴随着一团雷光冲出，最后落在了他的手中，化为了数十颗紫色的丹丸。而这个丹丸正是由雷牙利用雷霆之力所炼化的雷丹。雷牙立马将一颗雷丹塞进嘴中嚼着，舒服的呻吟旋即传了出来。果然还是用人的身躯所炼制出来的雷丹更有味道。雷牙感叹了一声，然后冲着白烈解释道：这些丹药可是我雷族中最为流行的雷丹，经常服用的话，不仅可以增强元气，还能够令得自身肉体变得更加强大。所以雷牙的实力在古元天中都是1等1的顶尖强者。只可惜在我们雷族之中，可是很难找寻到这么多人的身躯来炼制雷丹了。此次诸天气运之争，倒是又让得我获得更强的肉体气机了。然后雷牙的嘴唇鲜红欲滴，极为的诡异与森然。白烈师弟，要试一试这雷丹的药力吗？雷牙微笑道，并将一颗雷丹递了过去。白烈的面色有点微微变幻，但他也同时的感觉到雷牙那脸颊上的笑意，
似乎是在一点一点的收敛起来，最终伸手接过，塞进嘴中，还是吞服了下去。见到白烈服下自己所炼制的雷丹，雷牙又大笑了起来，然后拍了拍白烈的肩膀：“白烈师弟放心吧，此次你立了大功，到时候我们雷族将会给予你更好的资源，而到那个时候，你就是我们雷族的2号人物。除了我，你就是最强主宰者。经过这一次诸天气运之争的历练，同时吸收其中的精纯祖气，到时候其余诸天各大势力又能算得了什么？等我雷族获得祖气主脉的时候，那些所有的各大种族和顶尖势力，都不过只是我雷族眼中的蝼蚁罢了。”听到雷牙的笑声，白烈也是轻轻的点点头，眼中有着坚定之意在流淌着。他们这些隐世的雷族，才是这天地间的最强大种族，没有任何种族势力能够抵挡他们的力量，因为他们所修的乃是雷道。将雷道的造诣达到极致的时候，便无人能够撼动雷霆之威。所以他们为了这一次的诸天气运之争，可是准备了数千年之久，到时便能够一举成为天元界的最强主宰势力。而那些冥顽不灵的诸天生灵，终归是只有死路一条，唯有归顺雷族，方可苟延残喘的生存下去。收拾启程吧，接下来就是绞杀万祖域的队伍。雷牙收起笑意，取代的乃是冷冽的杀意。听到他们这位雷族的领头人发话，所有人便是有效率的行动起来。很快便是有着数十道的身影在山林中穿梭。这是一座看不见尽头的一座大峡谷，这些峡谷极为的辽阔，万仞山壁陡峭如刀锋，直插云霄。峡谷的上空处有着一团一望无际的雷云凝聚，巨大的雷霆之声忽闪忽闪的从雷云中爆射而出，轰击在峡谷的山壁上，同时有着落石滚滚而下。而此时在这大峡谷中，正有着诸多元气在碰撞，狂暴的波动引得大峡谷都是在剧烈的颤抖。那是两波数量庞大的队伍正在厮杀在一起，双方皆是下手狠辣之人，元气的肆虐，时不时的有着一道道重伤的身影从天坠落，最后被那下方的河流所彻底的淹没。而这里发生激烈战斗的正是混元天的万祖域和隐世5大强族之一的雷族，双方的激烈对碰皆是没有任何的留情，大量的伤亡出现，鲜血洒落天际，直接是引得周围的山壁上都变得猩红起来。在那战场的一处，有4道身影聚在一起，其中一人魁梧的身躯散发着凶悍的气息，其实力已经达到最强主宰后期大圆满的实力，但在这片刻之间，却已是与好几位同等境界的对手攻击的吐血而退。突然虚空的波动，有着一道道光芒裹挟着凌厉的元气爆射而至。不过就在即将击中的那一瞬间，一道强大元气便是席卷而来，刚好是将那道阴狠的元气给抵挡了下来。魁梧男子转头一看，勉强的笑道：“乐言师姐，谢了。”在魁梧男子后方，一位绝美女子的倩影闪现而出，她所散发出来的元气波动，竟然已经达到最强主宰巅峰出阶的层次。她看了一眼魁梧男子，说道：“宁武，好战也得保持一点理智。如果刚刚不是我帮你抵挡住了这些致命的攻势，你早就死在此处了。”乐言师姐，我知道了。宁武的实力在同境界中可以说是无敌的存在，但是在对面如此多的强大对手联手对战自己时，也会招架不住。说话间，他突然身影一动，狂暴强大的元气催动而起，直接再度将2名冲来的强大对手给硬生生的震退而去。然后其目光看向不远处的战场，那里有着一名的最强主宰巅峰出阶实力的强者。在短短片刻的时间，万祖域已是有着数十人伤在了他的手中，而他就是雷族的白烈。该死，此人让我来对付。乐言那柳眉微微皱起，冷冷的说道。旋即乐言将体内的元气彻底的运转，玉手一抬，便是爆发出了极其强大的攻势，在轰击出的瞬间，直接是将虚空都是撕裂而去，那般速度之快，甚至连其他人都无法看见残影。但是不远处的白烈却是在此时面色骤变，旋即他的身影闪电般的暴退开来。虽然他暴退的速度很快，但那犀利的攻势却是来得更快。只见其面前的虚空阵阵波荡，一道强大的攻击爆裂而出，在其眼瞳中急速的放大。白烈见状无法躲避，当即一声怒吼，体内的元气毫无保留的爆发而出，凝聚出强大的一掌，狠狠的拍出。只见的元气滚滚，宛如洪流奔涌，2道力量一接触的瞬间，这片大峡谷的空间上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强大的能量冲击波直接射入了周围的山壁上，瞬间山壁爆裂，落石便是滚滚落下。而在这对碰中，双方的攻势皆是被化解开去，看来是势均力敌的状态。宁武的目光扫荡着大峡谷的战场，喃喃低沉道：“看来乐言师姐的实力与雷族的那人实力相当，看来要陷入苦战了。”这隐世的雷族队伍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实在是过于的惊人，仅仅是片刻之间，他们万祖域的队伍之人竟然出现了难以抵御的局面。他们万祖域可是在混元天中排名前5的强大存在，可就算如此，依旧不是雷族队伍的对手。而且这一次，他们便是感觉到对方恐怕不会再让他们轻易的逃走了。乐言与白烈的眼睛相互紧盯，神色变得格外的凝重。他们2人的实力在同等境界，若是彻底对拼的话，恐怕今日的大战将会格外的惨烈。可眼下遇到的这种情况，就算他们拼上了性命，又能改变什么？不过只是多一具冰冷的尸体罢了。此时，乐言和宁武皆是各自的微微抬起头来，在那大峡谷最高处的战场，那里的战斗更为的激烈，因为那里才是这场战斗的核心处，都是双方最顶尖的战力。他们看见了处于最前方的李光，他所爆发出来的力量极其的强大，
手中拿着一道奇宝，周身散发出一道光梭，穿梭来穿梭去。每一道的光梭呼啸而出后，便是会有着数位大主宰强者陨落。李光乃是整个万祖域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他还在那里，便是能够对抗雷族的力量。李光立于半空，周身那一道道光梭来回穿梭，带着无比强大的气息，连虚空都是被划出了道道的痕迹。李光处于战场最中心的位置，自然是极容易招引来无数的围攻。不过那一道道凶悍的元气攻势呼啸而来时，皆是会被那道金梭尽数的击破。他的面色沉凝，金梭偶尔化为一道金光掠出，便是会洞穿一名最强主宰强者的身躯。不过虽说局面还算是有者僵持，但李光不敢有丝毫的放松，反而他的眉头微微皱着，因为雷族的雷牙至今都还未曾出现于战场上。在那前方，又是有者数名大主宰巅峰强者结成阵型后，对着自己冲杀而来。见状，李光再度催动元气灌入手中的奇宝当中，可怕的金梭开始化为数道，直至这些大主宰巅峰强者的身躯之上。一瞬间，这些大主宰巅峰的强者皆是喷出一口鲜血，身影狼狈地坠落而下，砸在水面上，溅出数道水花。见到万祖域的这位领头人所施展的实力，不少雷族强者开始小心翼翼起来，不会满目的上前冲去，因为他们见识到李光手中的那道奇宝的强大之处。而李光手中的奇宝正是一道神器，利用神器的力量，再配合自己的强大元气之下，施展出的力量足以震慑全场。要知道，神器的力量有时候就是能够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同时还会增幅自身的实力。雷族数位强者再度出手，爆发出强大的元气，一道道极其可怕的攻势直接对着李光爆射而来。然后李光依旧平静无比，催动自身的强大元气灌入手中的神器后，瞬间射出数道金梭，强大的攻势直接让空间都承受不住，开始剧烈的颤抖起来。但是下一刻，在那些雷族强者的其后方，忽然有着滚滚强大的雷霆之力席卷而来，雷霆之力直接是与那数道金梭撞击在了一起，巨声如雷鸣般的响彻。那数道金梭在触碰到这强大的雷霆之力时候，皆是被震得溃败下来，而雷霆之力也比数道金梭的威力给磨灭。李光偏过头，只见得有一道人影悬浮其中，一位身躯心长的男子，他面带温和的笑意，从他体内散发出来的雷霆波动极其的恐怖，就连万祖域的领头人李光都是感觉到了一股压迫感，而他真正是雷族的领头人雷牙。李光看清楚这道身影之后，神色变得极为的凝重，沉声道：雷牙，你终于舍得出手了。雷牙看着自己面前的李光，笑盈盈的说道：李光，你们万祖域还是投降吧，你不是我的对手，如果识时务一些，我们便留你们全尸。想要我们投降，简直就是做梦。我们都已经被你们追杀了几十回了，我们都能逃脱，在这一次也是如此。李光心头微沉的出声道：这次你们逃不了，而且此前你们能够逃脱，是因为我们想让你们逃。此话一出，引得李光以及其他万祖域的强者都是心中微微一惊。这是什么意思？李光其实也早已经发现其中的不对劲，为什么明明雷族比万祖域强大许多，为何会让其他们逃脱？可如今从雷牙口中说出的话，顿时让一直想不明白的李光心中萌生一股不好的预感。这当然是我们故意而为之，为的就是把你们引到这里。你没发现这里的战场很符合我雷族的主场吗？说着，雷牙的目光便是微微抬起，看着峡谷之上的那巨大无比的雷云，雷云中有着非常狂暴的雷声相互碰撞炸响而起。而李光也是顺着雷族的目光看去，心中顿时有了答案，原来这才是雷族真正的目的，他们所修雷道，而这里刚好有雷云凝聚，对于雷族而言，的确是主场。原来你们是故意引我们来此处，恐怕你们还有着什么目的吧？想要杀我们很简单，不需要来这种地方击杀我们。李光的眼神变得极为的低沉，因为心中那一道不好的预感已经越来越浓郁了。闻言，雷牙先是一惊，而后神色又开始变化，森然的微笑道：看来你很聪明，的确击杀你们不需要什么主场，我们正在的目的乃是将你们所有万祖域的人炼化成雷丹。听到雷牙说出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李光的眼瞳都是微微一缩，原来雷族真正的目的是想要将他们全部炼化成雷丹。该死！而万祖域的其他人也听到了雷牙所说的话，顿时他们心中都是惊骇，将他们炼化成雷丹，这些雷族的手段还真是奇特啊。此时双方的战斗越来越激烈起来，可怕强大的元气冲天而起。你们雷族真是可恶！乐言极为愤怒的声音传荡而出，而白烈则是阴森一笑：看你长得精致，要不做我的女人，我可以让你不死。做梦！原本就已经愤怒到极致的乐言，听到猥亵的话语，更是直接让他再也按耐不住，催动自身的强大元气，毫不留情的就是对着白烈猛然攻去。可怕的元气冲击波损失弥漫着大峡谷的上空，加上这里是雷云的区域，更是让雷族之人有着一丝增幅的现象。李光师兄，我来帮你。宁武击退了一位雷族强者之后，身影果断地出现在李光的身旁。见到宁武师弟，李光望了一眼这处战场，那充满极度血腥味的气味，叹了一口气，缓缓地说道：我已经祝嘱咐过乐言师妹，一旦局势不对，就让他带着万祖域的众弟子分散逃跑，能活下来多少就活下来多少。那你呢，李光师兄？宁武的眼角似乎已经有些湿润起来，平常他这位师兄对他们都是极好，如今的战局，李光作为他们的大师兄，自然要背负起保护万祖域弟子的责任。李光则是微微一笑，拍了拍宁武的肩膀道：
我当然要留下来与雷牙那家伙好好的战上一场了。此时可以在李光的眼中能够看见一些肃杀之气，很显然他是打算留下来跟雷牙同归于尽了。毕竟万祖域会有如今的局面，雷族的雷牙便是罪魁祸首。宁武沉默了一下，继续说道：李光师兄，你不能死在这里，你是万祖域这数千年来第二个妖孽般的存在，你活着，未来的万祖域才能够变得更强大。至于第一个妖孽般的存在，就是数万年前的那位李纯君，如今已经成为天元界的6尊之神之一的剑神。只不过这次的诸天气运之争中，剑神并没有来，那是因为他们的实力已经达到神指境，第3序列神之位的存在。不过在瞧的李光那严肃的脸庞，继续的坚定说道：李光师兄，我也必须留下来陪你一起战斗，不然恐怕万祖域其他弟子逃不了多少的。更何况那雷族的雷牙实力已经达到最强主宰巅峰后阶，你一人恐怕不是其对手。如果我们2人联手，或许还有希望正面与之对抗。闻言，李光也是有些沉默起来，神色显得悲凉。以往的时候，李光真是在万祖域中年轻一辈的佼佼者，可是这一次诸天气运之争中，则是有着更强大的对手，势力皆是出现。而跟这些强大势力的领头人比起来，李光还是差了一丝。李光轻叹一声，这是没法子的法子了。万祖域实力比雷族弱小，他们也是能够承认，这并非是短时间内能够改变的事情。除非这万祖域在未来中能够诞生出一位真正的立于诸天巅峰的顶尖强者，也唯有那般的强大存在，方才能够改变如今万祖域的局面，才不会被雷族追杀至此。但是李光也明白，这种奢望不太现实了。李光再度微微抬头，望着大峡谷远处陡峭的山峰之上，在那里能够见到双方身影不断的在激战，还有着不少万祖域弟子的身影跌落山壁上，还有些直接掉进下方的水面上，然后目光再度拉回雷牙的身上，双拳紧紧握紧，眼目极为的冰寒。你们雷族究竟想要做什么？你们要的高级祖气之脉给你们，请求放过万祖域的弟子。这也是李光第一次用这种态度与人说话。平日里他是有多么的傲气，而如今人生无常，只能委屈一下自己，请求对方能够不击杀他们万祖域的弟子。你想必知道，我们不仅要高级祖气之脉，还需要你们的肉体来炼制我的雷丹。你觉得我们设了那么大的局，会绕过你们吗？雷牙一脸阴沉的森然笑，看来他们雷族可不打算放过万祖域了。李光师兄，既然如此，我们与他们拼了。此时万祖域的其他弟子望着李光那抛下尊严的话，也是忍不住的开口道：雷族在与万祖域激战，短短片刻时间，双方皆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不少弟子深陨这座峡谷之中，被那滚滚的河流吞没而下。李光心痛那些死去的弟子，只是此时对面雷族的步步紧逼，他也没办法完全保护好其他万祖域的弟子。如果接下来再度损失的话，那么万祖域的底蕴也会更少一点。雷牙旋即嘴角有着一抹笑容浮现出来，忘了告诉你们，把你们引到这里，不仅要用你们的肉体炼制雷丹，还有一个原因。然后雷牙手指了指大峡谷的下方，那是因为这座峡谷地底深处隐藏着一道高级祖气之脉。高级祖气之脉，此话一出，李光的心头顿时一震。他们来此前也探寻到了，除了自身有一道高级祖气之脉外，又有另一道高级祖气之脉。如果他们再次获得2道高级祖气之脉的话，对于他们整体的万祖域来说，都是有着不少的好处。此前他们多多少少获得了低级和中级祖气之脉，同时让整体队伍的实力有所提升。低级祖气之脉就非常的厉害了，那中级祖气之脉自然也会更强。如果是高级祖气之脉，就更是了不得的存在。除了祖气主脉之外，高级祖气之脉是所有各大诸天强者最想要获得的祖气，如果将其炼化吸收，将会提升一大截的实力。原来你们也早就知道这里有高级祖气之脉的存在。李光忍不住的嘴角抽搐道，此处他并没有多说什么，这处大峡谷的高级祖气之脉自然不会有他们万祖域的份了。此处的高级祖气之脉隐藏得极深，寻常方法是不可能将其逼出来，唯有将你们作为诱饵，才能主动将其诱出。雷牙的笑容高深莫测，他指着不远处血腥无比的战场，笑道。李光的面庞微微一抽，怒道：你是想要以此处的战场诱发出地灾，将那道高级之脉引诱出来？雷牙笑着点点头，如今已经将自己真正的计划说了出来，自然更不会放过这里所有万祖域之人。雷牙，你真是好算计啊！李光捏紧拳头，微微抖动，心中却是万分的心痛，因为他们万祖域的弟子已经有不少的人已经折损于此。雷牙却并没有理会李光内心是何想法，笑盈盈地望着战场，语气轻柔，但其中所弥漫的杀意，却是引得四周的空间都是变得颤抖起来。差不多了，该说的也说完了，动手吧！这一次你们一个也逃不掉，直接杀光你们！随着雷牙的手掌挥下，在其身后又有一道道雷族强者的身影缓缓浮现而出，一股强大的压迫感如潮水般的蔓延开来，将整个大峡谷都是笼罩进去。那一瞬间，有着无数道强悍的元气冲天而起，只见的那些雷族强者升空而起，将万祖域的所有人直接全部杀了吧！雷牙淡淡的冷笑道。旋即，那一道道雷族强者顿时眼睛猩红的投向了那处战场，眼中满是残酷与杀意。在他们的眼中，这些其他天域的势力只是任由他们宰杀的蝼蚁而已，他们雷族才是这片天元界的真正主宰者。雷族队伍浩浩荡荡的呼啸而出，直接是以一种极为蛮横的姿态冲进了那处战场之中。随着更多雷族强者的加入，战场的局面几乎是顷刻间出现了变化。
万祖域队伍瞬间溃败，一道道身影不断的从天而降，那一幕显得格外的凄惨无比。大峡谷中的那条奔涌的大河，都是在此时变得极为的鲜红，这些都是万祖域和雷族强者们的血液流淌至河流之中。万祖域的强者一张张面孔在此时显露出一丝绝望之色，更是有些人失去了勇气，情绪崩溃。更多的万祖域弟子接二连三地落在了大河之上。李光望着这一幕，食指握得更紧起来，他低头看向战场处，那里正是乐言师妹与白烈正在激烈的战斗。而李光的目光投过去的时候，乐言师妹也将目光投射了过来，然后后者深吸了一口气，下一刻身影消失，然后带着万祖域的弟子溃逃而开。但是雷族那些强者怎么会让其逃跑，直接对着溃逃而去的万祖域弟子乘胜追击。然而在这个时候，若是没有人站出来断后的话，那么万祖域的弟子将会迎来全军覆没的结局，人流仓皇的向后分头奔逃，而李光却是一人而上，那一幕显得尤为悲壮。乐言师妹和其他的万祖域弟子也是在此时红着眼眶，一些女弟子更是低泣出声，热泪在眼中打转。而此时一道身影出现在李光的身后，李光师兄，还有我呢，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去送死吧？说话的正是宁武。李光师兄，还有我们。一些万祖域的大主宰实力的弟子也是纷纷赶来，出现在了李光的身后，他们的神色决然，已经有者赴死之心。见到如此多的万祖域弟子出现，李光没有多说什么，而后轻轻点头。万祖域虽然是混元天前5的顶尖实力，但是雷族的强大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他们都明白，此时总是需要有人站出来的，不然等待他们的便是全军覆没。当然，这是最不愿意看到的。就这样，身为万祖域的领头人，李光率领着万祖域的这些最为精锐的弟子，迎向了那如潮水般涌来的雷族众强者。而雷族的雷牙望着这一幕，有些讥诮地说道：“真是让人热血的一幕啊！不过你们觉得这种断后真的能有什么作用呢？”